关心健康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椰子油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。它为什么会变得流行起来？它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？那么哪些人呢要小心？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。我是杨医师。这个椰子油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橄榄油、牛油果油都不一样啊。它的最大的特点呢，它是一种饱和脂肪酸。但是饱和脂肪酸呢，又分长链的、中链的、短链的，它是属于中链的。那么椰子油里面呢，60%是属于中链的。这个中链的脂肪酸有很多特点，这些特点呢，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它的健康方面的好处就有关系了。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快速转化成能量，跟吃碳水化合物差不多一吃到了肝脏，很快就变成能量。所以呢，想吃碳水的人呢，就用它来提供运动的时候需要的能量。第二个呢，它可以呢分解成铜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生酮饮食，就是那个铜。这个铜呢，到了我们大脑以后，会刺激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和激素的分泌，减少我们的饥饿感和降低食欲同时呢，还可以促进身体脂肪的燃烧。这样加起来以后呢，大家就觉得它可能会有减肥的效果。但是要小心，椰子油呢，它有60%是中链脂肪酸，它本身的热量很高吃多了以后，你可能不但不减肥还会增加体重。也是因为它分解成铜，那么铜呢进入大脑以后呢，就有可能取代葡萄糖，成为我们大脑的能量的供应来源。这一点呢，对两种情况呢很重要。一个呢，就是有癫痫病的人研究发现降低碳水采用生酮饮食呢，有可能减少癫痫发作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早老性痴呆人们发现呢，如果用生酮来取代葡萄糖，成为大脑的主要的能量供应的话，可能会改善轻度和中度的早老性痴呆的症状。而这个椰子油里面的中链脂肪酸50%是月桂酸。而这个月桂酸有个非常强大的功能，就是抑制细菌真菌和其他微生物的生长各种各样的细菌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、链球菌幽门螺旋杆菌，跟我们十二指肠溃疡很有关系的，以及病毒、真菌和其他的微生物。所以呢，它就是一个消化道、呼吸道一个重要的天然的抗感染药。同时呢，我们如果用它漱口的话，它还帮助保持口腔清洁、杀菌和抑制牙周病的作用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让椰子油呢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，就是它富含抗氧化剂。抗氧化剂呢是用来中和我们身体里面多余的自由基，这个自由基呢会破坏细胞和组织。抗氧化剂呢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，它所含的抗氧化剂很多，有生育酚、生育三烯酚、植物甾醇、类黄酮和多酚，这使得它对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和炎性疾病都很有帮助。椰子油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对皮肤好，有研究发现呢，它能够改善特异性皮炎、皮肤过敏，有人就用它来护肤，同时呢，它还能保护皮肤上的水分。另外一个美容的好处就是对头发好，椰子油它能够滋养这个头发的发廊，促进了头发的生长，头发的强度和柔韧性都会改善，所以呢，它也经常在美发的产品里面会有。说到这里大家觉得椰子油非常好，有人想让它减肥，有人想用它来抑制心血管方面的疾病。在这两个方面呢，我们要稍微的探讨一下。减肥没错，这个中链脂肪酸的确有抑制食欲、增加脂肪燃烧以及快速转化能量的作用。但是呢，椰子油本身呢热量很高还含有其他的脂肪，因此呢，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它的量。这个防弹咖啡刚出来的时候我也试过，里面就加有椰子油，还有呢草饲的黄油，结果发现呢，不仅没有减肥反而增肥了。当然这可能跟其他饮食方面的控制呢没有跟上有关系。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有人想让它用来减少心血管疾病，因为它含的是中链的饱和脂肪酸，所以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混乱。有人认为它可以降低胆固醇，有的呢认为它反而提高胆固醇。我觉得呢，这主要跟你是和什么样的食物对比。
如果跟橄榄油牛油果油相对比的话，我估计它这方面的效果不会很好。但是如果你跟动物油相比的话，跟常年脂肪酸比的话，它可能还不错。所以这都是相对而言的。总而言之，你如果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呢，特别是血脂比较高的人在使用椰子油的时候呢，要小心一些。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、高见和问题呢，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谢谢您收看我们节目，希望您点赞、转发和订阅。端倪世界，守护健康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